我们古代神话体系中，各位神仙互相之间的恩怨情仇错综复杂，相比西方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诸神来看，我们的体系确实是极为混乱，这就导致了我们一般人很难完全的了解。今天我整理了神仙体系的基本架构及主要事迹，与大家共享，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。因我们的神话体系起源于上古部落传说，后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过程，期间融合进了佛教、拜火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的因素，再经过各种本土宗教，特别是道教的发扬光大，最终基本形成于明朝中后期。主要集大成的著作有耳熟能详的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列仙传》等等。我就先从上古众神开始慢慢道来。一、盘古大神。盘古是神话传说中的创世神，是天地混沌之时沉睡了108000年的巨人，醒来后用巨斧劈开天地，其体型随着天地扩张而膨胀，死后躯体分解变成世间万物。盘古躯体虽然死了，但是元神一直存在，后来转世为元始天尊，这个下边再提。二、创始元灵。宇宙诞生之初，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，灵窍初开，渐具神智，先于盘古出现于宇宙，与盘古一起被称为创世大神。同时他也是我们神仙体系中所有神仙的初代祖师。如果说他仅凭一己之力创立了人魔仙三界也不为过，光看他教出来的4个徒弟就知道创始元灵的伟大。他利用创世神器的无上灵力，分别传授给4个徒弟一门修行的法门。大徒弟红军老祖，二徒弟混坤祖师，三徒弟女娲娘娘，小徒弟路鸦道君。下面我们从这4位高徒的传承系统进行分析开来。红军老祖门下有3位徒弟及1位书童，各顶各的都是祖师级别的大神。先说这3位徒弟，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三清。大徒弟道德天尊太上老君，二徒弟元始天尊，三徒弟灵宝天尊通天教主。3位分别创立了3个教派，而那一个书童就是玉皇大帝，一道德天尊太上老君，他的法力位于三清之首，创立并掌管人教，曾3次下山帮助阐教力退截教众仙，也曾一气化三清战败过。通天教主日常工作就是协助玉皇大帝处理天庭事务，虽然法力高强，但徒弟野史最少只有2个，一是玄斗大法师，另一个是渡厄真人。玄斗大法师被认为是内外丹道都，悟性极高，得传法宝八卦紫金炉，因立下大功德，所以被玉帝封为妙德天尊。渡厄真人，西昆仑的散仙，原冀州大将郑伦和原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师傅，住在九鼎铁砂山八宝云光洞，有仙家法宝定风珠，主要功绩和贡献就是借定风珠给赛医生和慈航道人，帮姜子牙破了10绝阵之一封吼阵，并破了截教汉之仙的封胆。二、元始天尊。元始天尊即是盘古元神的转世大神，创立了阐教，法力高深，也是收徒最多的一位。他的徒弟们有个特点，基本都是人类或者小神，通过勤奋修炼普度众生，最后修行圆满，成为地位比较高的神仙。这与三师弟通天教主的收徒标准截然不同，他所收弟子众多，不仅有以玉虚师2门人为修行最圆满，并有姜子牙等好几位有重要影响力的徒弟，他们分别是文殊广法天尊。文殊菩萨也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，代表的智慧，经常协助正义的一方降妖除魔。最有名的徒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大太子普贤真人。普贤菩萨也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，象征着理德性德，有徒弟木吒、慈航道人。观音菩萨同样也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，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于水火，没有徒弟，只有座下2位童子跟随左右，红孩儿和小龙女。巨留孙佛独门绝学为地行术，有震动法宝捆仙绳，曾被截教的龟灵圣母所追，遭三霄仙子用混元金斗擒打，混入九曲黄河阵，削了3花武器。有徒弟遁地高手土行孙、玉鼎真人，道场在玉泉山金霞洞，震动之宝是斩仙剑，曾协助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等大仙攻破诛仙阵，
又在姜子牙被困瘟神之阵时及时到来，令徒弟三眼杨戬到火云洞见神龙，从其手中求得解药，解救三军于斗阵之问。太乙真人是青微教的教主，修为高深，仙法高强，曾协助武王伐纣，有徒弟哪吒三太子，另有徒弟杨宗英、杨家将杨七郎之子，赤精子及所称的仙人宁风子，掌管火势，是为火神之一，修行于太华山的云霄洞。镇洞之宝是阴阳镜，可以将照道之人杀死或复活。有徒弟为商纣王的二儿子伊弘、黄龙真人具，记载坐骑为仙鹤。他的道场在二仙山的麻姑洞，没有徒弟，也没有法宝，也没有参与任何斗争，就是说除了这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记载。灵宝大法师也是一位实际上的三无仙人，不过悟性根行法力也都属中上乘，从错杂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至少高于黄龙真人。广成子上古大仙，皇帝曾专程去拜访他，并拜广成子为师，问其治国之术，并有徒弟商纣王长子，因交道恒天尊，法宝为降魔杵乘凉的宝斗，门下弟子有寒毒龙薛恶虎、维护韦陀菩萨等，清虚道德真君，自称炼气士。道场为清风山紫阳洞，座下收有2名弟子，黄天化阳人，侍童为白云童子，曾救黄飞虎出等众出5关，大破截教洪水，镇杀王变天君，助武王伐纣一臂之力。南极仙翁，道教著名的神仙，寿星老人，南极星君，常有陆鹤二童为其义使。有徒弟白鹤童子。云中子一开始时想除掉苏妲己，赠给纣王一把自己削的松木剑，除狐狸精，可惜被纣王烧了。收有徒弟雷震子、燃灯道人，阐教的副教主，在阐教中地位仅次于元始天尊。徒弟有三元李靖和金翅大鹏雕。姜子牙封神榜的主要缔造者，被派下山辅佐明君周武王姬发反商伐纣，相传转世为兵家大师。孙子有徒弟龙须虎等。三通天教主，通天教主是红军老祖的3徒弟，掌管截教，他的门人弟子最多，但大多都是虎、暴熊蛇等非人类生物修炼所成，滥竽充数的居多。不过仔细算来，他的徒弟们之中也有很多为玉皇大帝治理、仙界做出贡献，就有24星球雷公电母、普天星象等众多文人弟子。位列天庭公务员队伍之中，只因耳根子比较软，听信不良徒弟们的谗言，所以在姜子牙助周灭商的过程中，多次进行无端阻挠，最终还是被他的师兄们及众仙合力击败。4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的法力并非《西游记》中描述的那么弱，有事就呼叫如来佛祖前来救驾。玉皇大帝作为红军老祖的殊途，呈现的条件也是极为苛刻，总共历经1750劫难，每一次劫难48000年，最终修成正果，成为仙界最高的行政长官。据记载，混坤祖师作为创始元灵的2徒弟，法力无边，弟子无数，什么蟒牛蛇兽蛟鹏狮猴，资质各异的生灵都是来者不拒，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。最有名的2位徒弟就是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，2位一起创立了西方教，并分任大小教主。一接引道人毕生潜心学习老君之法，本体去世后，元神化身为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。一日，悉达多王子独自坐于一棵菩提树下，竟突然功法圆满，悟得大道，世人皆称其为佛，又尊其为释迦牟尼尊者。这个西方教也即是印度传入的佛教式。接引道人最后成为西天如来佛祖，法力极高，是各类神话传说中不可或缺的神仙角色。座下有108罗汉。徒弟有魔王阿依那伐金蝉子唐三藏，以及阿难迦叶、2准提道人，也就是所说的西方妙法祖菩提。菩提祖师，西方2圣之一，主要事迹就是收了孙悟空为徒，传授给他72变合金，斗云让其去搅乱3界，这才发生了后来所有的事。作为创始元灵的3徒弟，法力自然高强无边，但女娲生来人首蛇身模样，生性孤僻，但其胸怀广大，素有悲天悯人之心。主要功绩有2个，一是人类的创造者，在创世之初，
女娲利用黄鹂造出了各个阶层的人类，使天地之间有了灵气。二是西方天穹，在共工与祝融大战后被破坏时，亲自炼烧红黄蓝白黑五彩灵石，以无上道法补天，天地终于重归平静。作为创始园林最小的徒弟，也是最被师父喜欢的徒弟。不过，相比于以上3位师兄师姐开宗立派、开天辟地的成就，陆压道君生性闲散，习惯于云游四方，不在三教中，不归人王管，不服地府中，自自在在散圣仙。但是其法力依然高强。仅有的一次战斗记载，陆压道君受托出场对付赵公明的凡人体，在取得赵公明的生辰八字之后，都不需要照面，乌鸦道君仅在万里之外，做法就直接要了赵公明的性命，促使赵公明修炼成仙，最后成为文财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